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狗屎运这种东西吗？刚开始我还不相信，直到我真的踩到了一坨狗屎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年为了准备元旦晚会，我没日没夜的在宿舍里面苦练太空步，结果把鞋底都给磨破了。于是我就买了瓶502在宿舍沾鞋。二哥看到之后一脸不争气的对我说：“哎，你就别搞你那破鞋了，穿我的出去得了。”于是我就把502放到寝室的公共柜子里，然后穿上了二哥的鞋子就出门。谁知道刚出门没注意就踩到了一坨狗屎。那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变了味道。为了把脏东西清理掉，我只能把踩了狗粪的那只脚在地上磨着走，就像这样的。那走路姿势跟隔壁得了脑血栓的吴大爷没什么区别。刚走一段，校长就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，他拍拍我的肩膀，同情的对我说道：“小兄弟，好样的，身残志坚啊！”然后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捂着鼻子匆匆走了，边走还边说：“下次一定要给我颁个奖。”我刚开始还以为校长夸我太空步走得好，于是就磨得更起劲了。最后连二哥的鞋子都给我磨掉了，连脚掌都磨破了一层皮。晚上回去之后，二哥看到那残破的鞋子，还没等我狡辩还没等我解释清楚，他就脱下袜子，打算把袜子塞到我嘴巴里面。可是二哥刚刚脱下来的袜子啊，我不就是弄坏他一双鞋而已吗？他居然想杀我灭口。然后到了下周星期一的时候，校长把我腿断了以及大小便失禁，仍在坚持学业无私奉献的故事讲给了大家听，并以私人名义给了我500块钱，让我立刻上台领奖。原来真的有狗屎运这东西啊！上台的时候因为脚磨脱了皮，我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我上台的过程中，底下传来了几个稀稀落落的掌声，随后掌声越来越密集，经久不息。校长可能是被这一幕打动了，拿起话筒就激动地宣布：“大家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位同学在小卖部和食堂的花费只能收一半。”听到这一幕，下面的掌声更加大了。我当时是想说出事实的，但是看到校长和同学们都那样了，感觉说出来我会有生命危险，况且福利还这么大。晚上的时候，为了庆祝这一次狗屎运，我们全宿舍出去吃了顿火锅。吃着吃着，大家就开始装了，说自己能吃辣，全部点重麻重辣。二哥更加，还觉得不够辣，多加一瓶老干妈。结果报应就来了。那天晚上熄灯的时候，二哥突然觉得肚子有点难受，想拉又拉不出来，在厕所里哀嚎连连，我们都不忍心听进去。这时候常年便秘的老大有点看不下去了，就去柜子里拿了瓶开塞露给二哥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过了一会儿，厕所传来了更大的惨叫声。我们感到好奇，就想借着月光去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。走在厕所门口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放在柜子里那瓶502好像不见了。怎么样才能写出一篇高分作文？那时候我爸还是我的语文老师，我因为经常编作文，所以我爸都不给我及格。我甚至一度怀疑我不是他亲生的。后来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，我爸跟我说，要是我再乱编就打断我的腿，吓得我赶紧去找我们班作文写的最好的二哥，向他请教怎么样才能写出一篇高分作文。二哥跟我说，写作文前一定要想一些难过的事情，最好能够哭出来，这样才能够真情实感。然后情节一定要跌宕起伏，学会用不请而且造句，这样才能让别人看得过瘾。最后再正能量结尾，保证高分。听了二哥的讲解之后，我像个妙蛙种子一样妙个不停。回到家写作文的时候，我先想了一下难过的事情，结果脑海里面全是我爸打我的场景，眼泪一下就止不住了流了下来。你别说，真的还挺有用的，一瞬间无数灵感涌上心头。又想到二哥跟我说的不仅而且以及正能量结尾，于是我奋笔疾书写下这段开头。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敬业的语文老师，在一次意外中，他不仅摔断了左腿和右脚，而且还滚进了粪坑。即使是这样，他还坚持给我们上课。我刚写到这里的时候，感觉背后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背影，回头一看，果然是我爸。当时气氛极其尴尬，我爸气上心头，直接抽了我一巴掌。都说不要乱编作文，你还在这里编，我看你这辈子都不想及格了。那天我顶着红彤彤的脸出门，我爸推出了他那辆82年的自行车载我去上学。车上我爸一句话不说，显得气氛非常尴尬。为了缓解气氛并增进父子感情，我便伸手去挠我爸的嘎吱窝。果不其然，我爸一下子就笑出来了。别动啊，别动！只不过当时冬天的路很滑，自行车的龙头如果乱摆的话，很容易翻车的。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也不说了，反正是我第一次作文及格。你们身边有没有看上去平平无奇却十分厉害的朋友？刚进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寝室有一个胖子，200多斤的体重，还有颗少女心。刚上大学那会儿还有写日记的习惯。突然有一天，寝室老大拉了一个群，没有把胖子拉进来。在群里面，他跟我们讲，他无意间看见了胖子的日记，看到胖子写他家为了给他凑学费，卖掉了家里2头猪和1头牛，这足以看得出胖子是个贫困家庭。老大号召我们多多帮助他，虽然我们的家庭条件也没多好，但是怎么着上学也是有点存款的，不像胖子那样要变卖家里的东西。而且胖子那么胖，吃饭花的钱肯定比我们多。他家庭本来就困难，我们作为室友作为兄弟肯定要多照顾他。
所以我们都积极响应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变着法子照顾胖子。打饭的时候说多刷了卡给胖子也打一份，买生活用品的时候多买点给胖子一份，一起吃饭的时候都是我们几个 AA， 从来没叫过胖子。而且我们做的很隐蔽，每次都是猜拳决定。胖子不知道我们早就密谋好了，所以说每次赢的时候都很得瑟。就这样子过了1个学期，我们几个缩衣节食的，把胖子养得更肥了。假期的时候，胖子邀请我们去他家玩，我们想着正好去看看，顺便带点东西给他爸妈。后来我们到他家之后才发现，胖子家跟我们想的真他妈完全不一样。他确实是卖了2头猪跟1头牛交的学费，只不过他外婆家养猪养了几千头，他外公是养牛的，也养了几千头。他爸妈结婚是强联合，大户联姻。我们早就应该想到，他要是家庭困难的话，怎么可能吃出200多斤的胖子？你经历过最尴尬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还记得那是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和小伙伴们玩得正起劲时，突然一股拥抱大自然的冲动涌上心头。但是看着小伙伴们玩得这么开心，我就不好意思提前离开，而且又为了逞强跳得贼高，结果没憋住，一股脑全到了裤裆里。幸好当时是大冬天，我穿着厚厚的棉裤，不仅把农家肥包裹得好好的，就连气味都完美的包掩了，所以小伙伴们一直没有察觉到异样。等我回到家之后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我正打算和爸妈说的时候，家里突然就来了客人，没办法要面子的我只好先坐在热炕上写作业，打算等客人走了之后再说。你还别说，炕上热热的，不到一会儿屁股那潮湿而又绵密的感觉就没了。但随着暖气越来越足，屋里开始弥漫着一股不祥的味道。终于不知道是谁来了一句，怎么屋里好像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？那不废话吗？农家肥都烤熟了，能不奇怪吗？但是我觉得现在要是说出来了，我估计能被打死。接着所有人都闻到了，老妈甚至跑去翻鞋底，怀疑是不是有人踩了狗屎。老爸则让我赶紧打开窗户通通风。随着我的移动，那股味道更加上头了。这时候老爸来了一句，这个味道不简单啊，感觉不单单是踩到了，而是烤熟的感觉。不愧是爸爸呢，已经要接近真相了吗？老妈听到后赶紧跑到厨房去排查，随着不断的排除，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锁定在了我的身上。毕竟谁叫我是小孩呢？终究还是瞒不住了吗？当时我站在灯下，黄黄的灯光照在我的脸上，显得格外的安详。最后在他们的注视下，我缓缓脱下了棉裤，上面印着一张烤糊的金黄的大饼。真的药不能乱吃。夏天的时候，我和二哥相约一起去水上乐园。出发前，二哥咳个不停，一问才知道昨晚上着凉了。如果给大人知道二哥感冒了，铁定不让他去游泳。没办法，他只好求助于我。我一想，家里面不是有止咳药吗？于是我赶紧跑回家拿药给二哥。当时年纪还小，不识字，翻箱倒柜之后找到一瓶药，就认识主要成分里面有巴豆2个字。当时着急去游泳，心里也没想特别多，就觉得这肯定是止咳药，就把药拿给二哥吃了。吃了之后不知道是这个药真的有用还是心理作用，二哥真的不咳了。于是我们便快乐的去水上乐园游泳。记得当时有个项目，一到点就会有人造海浪，越靠近浪口浪就越大，我俩直接跑到最前面。只不过游着游着，我发现二哥时不时就抖一下，表情也变得狰狞起来，手还用力的掐着游泳圈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坏了，该不会二哥游泳着凉了吧？为了让二哥暖暖身子，我先游回了岸上，排队给他买烤肠热乎一下。结果刚排到一半，泳池又传来了一声声惨叫。我回头一看，好家伙，泳池里以二哥为中心，一股黄色的液体向四周蔓延开来，就像是清水中滴入一滴墨水一样。当时那个场面用石染山河来形容也不为过。这还不是最要紧的，最要紧的是人造海浪时间到了，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奇观：白色的浪在经过二哥之后立马变黄，这黄色的浪足足有3米之高。紧接着黄色的浪狠狠地把人拍在了沙滩上，处于前方的二哥更加糟糕，被浪打得每隔几秒喝一口水。看着那逐渐变黄的泳池，就连经验丰富的救生员也不知道应该以什么体位下水，最后还是工作人员把浪给停了，这场史前巨浪才得以消停。二哥更是以一己之力成功让水上乐园停业3天。之后二哥还跟我说，那个止咳药真管用，一咳拉一裤子，一咳拉一裤子，搞得他都不敢咳去。那天我找二哥，正好遇到二哥对他的表弟说，我这滑板坏了，你别碰啊。但奈何表弟不信啊，二哥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，直接一脚踩上去滑，当场就摔了个狗吃屎，牙齿都给摔断了。二哥又没工作，所以没钱补牙，只好去找兼职。于是他就上某网站找了一下，兴致勃勃地点进了一个号称日薪2000的工作。人家先是给他介绍了一通他们庞大的规模，二哥听了之后还觉得挺靠谱，非常的高兴。接着人家又说要先交一笔费用当做保证面试的钱，等到面试完了，钱就马上退还给他。二哥啥都没问，就直接默默转了过去。结果可想而知，钱一到账，对方就拉黑了他。最后他穷得连泡面都吃不起。后来给我知道之后，我直接一巴掌拍在他头上。那么不靠谱的软件你都敢用啊？魏则西的事情你忘记了吗？搜索为什么不用夸克 APP？ 不仅能帮你过滤诈骗网站，还能智能屏蔽虚假广告，手机上网更安全。如果你要找工作，必须在夸克起点上搜索这家公司是否正规。
或者是否拖欠过工资失信，避免被假公司所骗。当然，这些功能也是免费的。后来，二哥通过夸克顺利找到了兼职，搞定了债务之后，二哥终于能够幸福的天天吃泡面了。幸福的天天吃泡面了。